嗨，各位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今天要一起潜入那个冰冰凉凉的南极，来听一个超级精彩的冒险故事哦。你看，我们故事的主角呀，就是从这颗蛋里面蹦出来的。看看他那闪亮亮又充满好奇的大眼睛，我们就叫他小企鹅，好不好呀？小企鹅啊，这天躲在爸爸妈妈中间，又温暖又安全，每天都吃得饱饱的，睡得饱饱的，所以呀，它很快就长成一只又强壮又好奇的小小探险家了。暖洋洋的春天终于来啦！小企鹅要第一次下水游泳了。不过在出发前，爸爸妈妈特别跟他说了3个最重要的安全小秘诀，大家也一起来记哦。你们看哦，在陆地上的时候，小企鹅走路摇摇摆摆的，好像有点慢吞吞。可是，一进到水里，哇塞，它就像一只超高速的火箭，咻！他心里一定在想，哇，一定是全世界最快的游泳高手。他越游越开心，越游越得意，感觉自己又勇敢又厉害。结果呀，糟糕了，他玩得太嗨了，把爸爸妈妈说的那些安全小秘诀，通通都忘光光了啦。可是游了好久好久之后，小企鹅开始觉得，哎呦，好累哦。他一回头看，哎呀，家已经变得好远好远，四周全都是蓝蓝的海水，连一块可以让他喘口气的浮冰都找不到。他好害怕，就大喊：救命啊，爸爸妈妈！可是风太大，海太大了，根本没有人听到。不对哦，好像有谁听到咯。小朋友，你们猜猜看是谁来了？原来是一只很聪明的海豚。海豚有一个超能力哦，就是它身体里有内建雷达，可以在好远好远的地方就听到小企鹅的位置。然后，咕噜，海豚肚子正好饿咯，看到小企鹅就把它当作美味的午餐，一口就吃掉了。这是今天的第一口哦。海豚正开心地游着，但它完全没发现，一个超级巨大的黑影正从它的上面慢慢游过去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有什么动物会比海豚还要更大，肚子更饿呢？答对了，是一只大鲨鱼。鲨鱼的鼻子超级无敌灵，而且它其实不太喜欢冰冰的海水，所以它只想赶快吃点东西，然后游回温暖的地方去。于是更大的一口，海豚也变成鲨鱼的午餐了。这是今天的第2口，吃饱的鲨鱼正准备要回家了。等一下，先别走。鲨鱼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用飞快的速度冲过来，是南极海洋里更厉害的猎人出现啦！没错，就是有海洋之王这个称号的虎鲸。你看它黑白相间的身体，是不是又酷又漂亮啊？虎鲸轻轻松松的又是咕噜一口，鲨鱼也消失了。这是今天的第3口。哇，虎鲸果然是海洋里最厉害的，应该没有谁比它更强了吧？对吗？咦，等一下哦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整个海水好像都在震动诶。虎鲸的下方，天哪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一张超级无敌大的嘴巴正慢慢张开，竟然是蓝鲸诶，是地球上最大的动物。它其实不是故意要吃虎鲸啦，它本来只是想吃一些非常非常小的虾米，结果嘴巴张得太大，就不小心把虎鲸也一起吸进去了，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大餐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蓝鲸，它真正的主餐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这些在水里面亮晶晶，叫做磷沙的小小生物。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酷的秘密哦，叫做食物链。
它就像在盖一座动物积木塔一样，小小的磷虾在最下面，然后是企鹅、海豚、鲨鱼、虎鲸，一直往上叠，一直往上叠。那你们猜猜看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食物链积木塔的最上面是谁呢？没错，就是我们人类哦。这就代表我们有一个超级重要的任务哦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最下面的积木，也就是那些小磷虾不见了，那上面所有的动物积木塔是不是就会开始摇摇晃晃，然后就整个垮下来了呢？所以站在最上面，不是代表我们可以欺负别人哦，而是代表我们是动物们的守护者，有责任要好好的保护大家。还好啦，小企鹅的故事只是个故事而已，它最后其实平安的回家了。但是它今天的冒险提醒了我们一件事，我们每一个小小的决定都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现在换你咯，你想想看，可以做些什么事来保护这个美丽的地球，还有所有可爱的动物家人呢？